一位年过50的王先生最近很困惑，明明自己按时服用了降压药，血压却依然忽高忽低，甚至出现头晕胸闷的不适。他纳闷地向医生抱怨，我已经乖乖吃药了，为什么还是觉得身体不好？经过仔细询问，医生发现问题出在王先生的日常饮食上，一些看似无害甚至有益健康的食物正在悄悄抵消药效，让他的血压控制功亏一篑，甚至增加了诱发心肌梗塞等严重后果的风险。对于需要长期服药的高血压患者而言，药物固然重要，但生活中的细节同样关键，尤其是饮食习惯。许多常见食品如果不加节制，可能暗藏地雷，不仅使降压药药效打折，还会大幅提高中风、心脏病甚至心梗的风险。您可能想不到，柚子汁、豆腐乳、牛奶、红酒这些原本被认为有益健康的东西，对服用降压药的人来说却是隐形杀手。其中第一种更是被称为降血压药的毒药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揭开这4大饮食禁忌的真相，避免好心办坏事。第一种隐形杀手，葡萄柚汁降压药变毒药的元凶。首先登场的是很多人喜爱的葡萄柚、西柚。不少养生人士习惯早餐来一杯新鲜柚子汁，但对正在服用降血压药的人来说，这杯看似营养的果汁可能危险重重。医师警告，葡萄柚汁加降压药等于药效剧增、低血压休克，甚至心梗、中风。听起来耸人听闻，只吃个水果怎会致命？然而这绝非危言耸听，药效失控的机制就在于葡萄柚中含有的特殊成分。葡萄柚包括其枝叶，富含一类叫呋喃香豆素的物质，以及柚皮素、佛手、肝内质等活性成分。这些成分会抑制肝脏中分解药物的酵素，特别是负责代谢很多药物的 CYP3A4 酵素。简单来说，本来我们每天吃下的降压药，肝脏会按部就班将其代谢排出，但若在服药期间吃了葡萄柚，它等于让肝脏的解药速度踩了刹车，结果药物无法正常分解，大量累积在血液中，相当于无形中把药剂量放大了好几倍。科学实验发现，同时摄入葡萄柚汁可让部分降压药的血液浓度上升2到10倍之多。药效过强会导致血压骤降，患者出现严重低血压症状，头晕目眩、心悸无力，重则昏厥休克。更危险的是，葡萄柚本身还含有丰富的钾离子，这也会让血压进一步下降。因为常见的降血压药，例如钙离子阻断剂类，如氨氯地平、硝苯地平等，是靠阻止血管平滑肌细胞吸收钙离子来达到扩张血管、降低血压的作用。如果在服用这类药时再大量摄入钾离子，会更强力的抑制钙离子内流，双重作用下血管过度放松，导致血压直线下跌。轻者让人眼前发黑、站立不稳，严重时心脏供血不足，诱发心绞痛，甚至可能引发心肌梗塞或脑卒中等致命意外。延伸疑问，药后隔一阵子再吃葡萄柚可以吗？很多人听了以上分析，或许会想，那我避开吃药时间，过几个小时再吃葡萄柚总行了吧？很遗憾，葡萄柚的影响并非短暂几个小时。研究显示，喝下一杯葡萄柚之后，抑制酵素的效果可持续48到72小时。换句话说，哪怕药后2-3天内再吃葡萄柚，都可能产生相互作用。而高血压患者通常是每天都要服药维持药效的，若间隔几天还不吃葡萄柚，那等于永远不碰为宜。医师建议，服用降压药期间，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完全避免葡萄柚及其制品。即使是间隔服用，只要您的药属于钙离子阻断剂类，就应该滴柚不沾。如果实在嘴馋，也务必提前咨询医生或药师，看看您的药物是否在禁忌之列。目前药品说明书上已经明确标注的，除了降压药外，还有他汀类降脂药、部分心律不整药、镇静安眠药、免疫抑制剂、抗过敏药等，都不能和葡萄柚同服。总之，为了您的心血管安全，高血压患者日常应敬而远之这颗小小柚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其他柑橘类水果如橘子、柳丁、橙等，一般不含或只含极微量类似的酶抑制物质，通常没有引发低血压的报告，可以适量食用。但柚子、文旦与葡萄柚属近亲，
成分相似，为安全起见，也不建议同服。药不能离，柚子莫沾，千万别让一颗葡萄柚毁了您的救命药效。第二种隐形杀手，豆腐乳高盐，诱惑生压于无形。接下来登场的是很多人口中的下饭神器——豆腐乳、腐乳，一块乳白或红润的小方块，配粥配饭，风味绝佳。甚至有些传言说，常吃豆腐乳能降血压。事实果真如此吗？高血压患者恐怕要失望了。豆腐乳非但不能降压，反而是实实在在的高盐炸弹。如果您每天吃降压药，却还离不了这一口咸香，长期下来只会让血压不降反升，甚至诱发心血管危机。先来看看数据，制作豆腐乳时需要经过重盐腌制发酵，因此成品盐分极高。一块小小的豆腐乳，平均约有 10% 上下的重量是盐。以常见的红豆腐乳为例，每块约10克重，就含有将近1克食盐。也就是说，早晨稀饭就着2块豆腐乳，一不小心就摄入了约2克盐。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日盐摄取量不超过5克，高血压患者更应严格控盐。试想，只靠几块豆腐乳就轻松吃掉了一天将近1半的盐额度，再加上其他菜肴的隐含食盐，全天总摄入很容易超标。体内过多的钠离子会造成水钠滞留，血容量增加，使血压节节攀升。难怪医生们提醒，豆腐乳虽美味，却可能是高血压患者的隐形加压器。除了升高血压、抵消药效，高盐饮食还会损伤血管和心脏。长期超标的钠摄入是诱发高血压、动脉硬化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血管壁在高盐环境下变得脆硬，弹性下降。心脏为把血液泵出去，只能更加卖力，久而久之，心脏肥大、心衰等风险也会增加。对正在服药控制血压的人而言，大量盐分简直是在和药物拔河。您吃的每一口豆腐乳，都可能让药物辛苦压下去的血压重新反弹回来。很多患者不以为然，觉得一小块能有多大影响，但盐分的危害重在日积月累，每天一点点，半年下来就可能酿成大问题。现实中也有不少惨痛案例，有位60多岁的刘大爷特别爱吃豆腐乳，认定网传的豆腐乳有益降压说法，每天餐桌上少不了这一道。结果小半年后回医院复查，不仅血压没稳定，连肾功能、血脂等多项指标都恶化了。医生追问饮食才发现，罪魁祸首就是他试吃的豆腐乳。经过医生严厉劝诫，老人大梦初醒，赶紧戒掉这习惯。医生建议，高血压患者不是完全不能吃豆腐乳，但一定要严格控制量，最好不要天天吃，更不可顿顿吃。如果实在难以割舍这独特风味，请遵循少量偶尔的原则，每餐不超过半块，并减少其他菜肴的用盐量。选购时尽量挑选标示低钠的产品。除此之外，各类腌制食品、咸菜、酱菜、泡菜、腊肉等，方便面、汤料包、罐头、薯片等零食都含有惊人盐分，也应尽可能少碰。千万别让隐藏的钠拖了降压治疗的后腿。记住，清淡饮食是高血压调养的不二法门，远离重咸滋味，才能让您的药物发挥最佳效果，帮助血压稳定在安全水平。第三种隐形杀手，牛奶营养饮品与药效的矛盾。牛奶一直被视作营养丰富的健康饮品，不少人服药时喜欢用牛奶送服，觉得这样对胃好。然而，对降压药患者而言，牛奶却可能暗中削弱药效，甚至引发血压波动。这听起来很矛盾，有益健康的牛奶为何会成为药物克星？原因主要有2方面。首先，牛奶中的高钙、高蛋白特性会干扰一些药物在胃肠道的溶解与吸收。医学常识告诉我们，服药应以温开水送下最佳，就是因为水不含任何会与药物发生反应的成分，能让药片迅速崩解被吸收。而牛奶则不同，它富含钙离子、镁离子等矿物质以及大量蛋白质。在胃里，某些药物的有效成分可能与这些钙、镁等发生结合，形成不易被肠道吸收的复合物，或者被牛奶中的蛋白质所包裹，延缓了药物释放速度。结果就是药物没有充分进入血液循环，等于白吃了大半。对需要每天服降压药控压的患者而言，如果早上把药片和牛奶一同下肚，药效可能大打折扣。
导致血压控制不理想。其次，更罕为人知的是，牛奶及乳制品中还含有酪胺等生物胺类物质。酪胺 Tyramine 在体内会影响交感神经和血压调节。正常情况下，人体会将酪胺迅速分解，但某些降压药，特别是早期的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类降压药，会抑制酪胺的代谢。一旦服用这类降压药期间大量摄入奶制品，酪胺在体内蓄积，反而可能引起血压骤升、心跳加快，严重时出现高血压危象。曾有报道指出，重度高血压患者服用单胺氧化酶抑制剂降压药，如过去常用的优降宁后饮用牛奶，可诱发剧烈的血压升高、头痛、心悸，严重者甚至因脑出血猝死。虽然现代主流的降压药很少采用这类药物，但牛奶与药物相互作用的风险不容忽视。综合来说，牛奶本身没毛病，错在服药方式不当。为了确保降压药物发挥最大疗效，请务必用白开水送服药物，切忌用牛奶、优酪乳、豆浆、茶或咖啡等饮品服药。这些饮料都可能干扰药物吸收或与药物起化学作用，例如茶叶中的鞣酸、咖啡因也会影响血压和药效。如果您喜欢在早餐喝牛奶，也应与服药时间错开至少半小时以上。建议先空腹用温水服完药，等药物在胃中基本吸收后，再享用牛奶及早餐，这样既不影响营养摄入，又能避免牛奶冲走药效，一举两得。总之，高血压患者千万别犯用牛奶送服降压药这个常见的小错误，看似细节，却关系重大。第四种隐形杀手，红酒养生佳酿还是高危地雷。适量饮用红酒被传颂为有益心脏健康的秘方，但对服用降压药的人来说，酒精的加入却可能是火上浇油。红酒也好，白酒、啤酒也罢，任何酒精饮品都可能干扰降压药物治疗，轻则药效失灵，重则引发致命风险。医学专家毫不避讳地警告，高血压患者服药期间饮酒危险性堪比服毒。酒精对血压的影响非常复杂，可谓两面刃。饮酒后，乙醇被代谢产生乙醛，乙醛会让血管瞬间扩张，所以短时间内血压会降低。一些人误以为这证明喝酒能降血压，其实降压只是昙花一现的假象。随着乙醛进一步分解，血管很快又收缩，血压反弹升高，甚至超过原水平。因此，饮酒常使血压剧烈波动，增加高血压急症的风险。此外，红酒、啤酒、甜酒等还含大量糖分和热量，长期过量饮用容易发胖，而肥胖本身又会让血压居高不下。这些对普通高血压患者已经很不利，更何况在服用降压药的情况下，酒精的双重作用和药物相互影响，可能带来更危险的后果。其一，酒精会增强某些降压药的作用，例如部分扩血管类药物，像阿尔法受体阻滞剂、硝酸酯类，本就使血管舒张。如果此时喝酒，血管扩张效应叠加，可能导致突发性低血压。有患者服药后饮酒，结果出现严重头晕、虚脱倒地，这就是血压骤降的表现。对患有冠心病、动脉硬化的人来说，血压突然下降可能使心脑供血不足，引发心绞痛、昏厥，甚或心肌梗塞、脑梗塞等危急情况。特别是利尿剂这类降压药，药理作用会使体内水分排出，血容量减少，酒精又促进脱水，双重效果下更易出现低血压休克。因此千万不要在服降压药前后饮酒，否则两种作用相叠，后果难以预料。其二，酒精还可能削弱或抵消降压药效果。一些降压药需要肝酶代谢，而酒精会干扰肝酶活性，加速或减慢药物分解速率，让药效难以稳定发挥。此外，长期酗酒者常出现交感神经兴奋，肾上腺素水平升高，这会对抗降压药物的作用，使血压难以下降。有患者发现，每天按时服药，但晚上喜欢几杯小酒，结果血压总是控制不理想，就是因为酒精在背后搅局。更有甚者，有些药物与酒精同时存在时，会产生毒性反应，如前文提到的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类降压药，饮酒后不降压反升压，严重时导致脑出血猝死。由此可见，
酒精与降压药是极不安全的组合，对心血管的危害性难以预料。那么高血压患者就真的一滴酒也不能碰吗？医生建议服药期间最好滴酒不沾，特别是药物治疗初期，身体还在适应降压药的阶段，更应严格戒酒，以免干扰疗效。如果迫不得已需要应酬小酌，请务必遵循少量延迟稀释的原则，尽量将饮酒与服药时间错开至少4到6小时以上，控制饮酒量，男性一天不超过2杯标准酒，女性不超过1杯，一杯约含纯酒精10克，相当于啤酒一杯约 280cc， 红酒 110cc 左右。选择低酒精浓度的饮品，并以开水或冰块稀释慢饮，切忌空腹灌酒。在任何情况下，一旦出现脸色苍白、极度头晕、心跳异常等不适应，立即停止饮酒并就医。总而言之，高血压病人切记，药在酒在，随时有危险，药在酒断，方为保险。高血压被称为无声杀手，需要长期用药控制，但药片并非万能。如果日常生活中充满不良饮食习惯，再好的降压药也救不了场。上面提到的柚子汁、豆腐乳、牛奶、红酒4种食物，就是高血压患者用药期间最常见又最容易被忽视的4大禁忌。它们一个会让药效变猛，导致血压过低；一个让盐分爆表，令血压居高不下；一个削弱药力，甚至升高血压；还有一个则干扰药物，引发血压剧烈波动，可谓各有各的危险。不少患者正是因为不懂这些禁忌，结果一口吃的毁了药效，甚至付出沉重代价。幸运的是，避免这些隐患并不困难，遵从医嘱调整饮食，多用白开水服药，远离高盐高脂食物和酒精，多吃新鲜蔬果和优质蛋白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。我们的目标不仅是把血压降下来，更是要从根本上保护心血管健康。药物治疗与良好生活习惯双管齐下，才能真正远离高血压并发症的威胁。每一位高血压患者和家属都应提高警惕，别让无知成为杀手的帮凶。今天看完这支影片后，希望您能把这些知识转告给更多有需要的人，避开饮食地雷，稳压就在眼前。祝愿大家都能管住嘴，稳住压，远离心梗中风，拥有长久健康的未来。